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一项基础建设，它不只是钢筋水泥，也不只是钢铁跟木材，它不只可以改变地貌，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地方的灵魂。所以，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：如果一列火车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交通工具，那它还能是什么？如果它可以爬上一座，在当时人们眼中根本不可能征服的高山，然后从零开始打造出一座因为它而生的繁华城市。而且最神奇的是，他还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传奇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阿里山森林铁路的故事。好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20世纪初，来看看这一条锻造传奇的火车到底是怎么办到这一切的。那要征服阿里山这么险峻陡峭的地形，到底靠的是什么秘密武器呢？答案是一种来自美国的特殊登山引擎，就是这项技术才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它的全名听起来有点复杂，叫做伞形齿轮直立式气缸蒸汽机车，一般我们都叫它薛式火车头。你看哦，它跟一般我们印象中那种活塞左右移动的火车头完全不一样，它的活塞是上下垂直运动的。这个设计可以说是让它成为了天生的登山高手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有超强抓地力的4轮传动越野车，它的动力透过侧边的传动轴很均匀地分配到每一个轮子上。这样一来，即使在又陡又滑的山路上，它也能够牢牢地抓住铁轨，一步一步很有力地往上爬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么强大的马力，它的声音肯定也是不得了。没错，当时的诗人黄启堂就写下火车云际作雷鸣这样的诗句，意思就是说，火车开过去的声音简直就像在云雾缭绕的山间响起了阵阵雷声一样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跟声响有多震撼。而且当时的工程师还想出一个非常聪明的安全设计。上山的时候，火车头不是在前面拉，而是在后面推着整列车厢前进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这样就算中间的连接器不小心断掉了，后面的车厢也不会往下滑，安全多了。而且还有个额外的好处，就是乘客可以离火车头喷出来的煤烟远一点，旅程也舒服一些。好了，了解了火车有多厉害之后，我们来换个角度。如果你是1930年代的乘客，亲自搭上这班车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跟你说，这会是一趟长达10个小时的漫长旅程。虽然辛苦，但绝对会让你永生难忘。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，你得在清晨5点半，天都还没全亮的时候，就从嘉义出发，然后火车一路摇摇晃晃，慢慢爬升，到了中午在奋起湖休息吃饭。一直要到下午2点半才能抵达那个云雾缭绕的目的地，这几乎是花掉1整天的时间，真的是一场冒险哦。说到这个中午在奋起湖休息，就诞生了一个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文化，没错，就是奋起湖的铁路便当。它的由来其实很单纯，就是因为这趟旅程实在太长了，火车需要在这里加水加煤，那旅客总得吃饭吧，所以方便又美味的便当就成了当时最好的选择。不过，你可别把这趟旅程想象得太舒适哦。当时的车厢都是木头做的，空间非常小，常常一节车厢就挤了30几个人。就像诗人王石鹏写的，大家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，怀抱着同样的兴奋心情，就是要登上阿里山。但是在经历了10个小时的辛苦和颠簸之后，当你终于抵达终点，眼前的一切绝对会让你觉得，哇，这一切都太值得了。你来到的是一个海拔2000多公尺，好像仙境一样的云端王国。在这里迎接你的就是传说中的阿里山5奇，有日出，有云海，有晚霞，有千年神木。当然，还有把我们一路载上来的这条森林铁路本身，这5个奇景共同构成了一幅让人品析的绝美画面。而且你的旅程还不一定就到此为止。对于那些更大胆、更有冒险精神的旅客来说，他们还可以换乘原本是用来载运木材的支线小火车，前往更深山的地方，像是去爬玉山的登山口，或是去看那个长得像猴子的奇特岩石。不过，讲了这么多观光的美好，
我们还是得回到现实面。其实观光一直都只是这条铁路的次要工人，它被建造出来最核心、最主要的任务其实是工业伐木。而这项任务可以说彻底地改变了山脚下的嘉义市。347万立方公尺，你听听这数字，347万，这是从1912年到1945年短短30几年间，从阿里山被运到嘉义的木材总量。这些珍贵的灰木在山下创造出一个超级巨大的产业链。那这么庞大的木材产业直接带来了什么结果？就是嘉义市人口爆炸性的成长。你看，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，嘉义的人口就从不到1万人暴增到7万人，成长了7倍之多，也让嘉义从一个小小的乡镇摇身一变，成为当时号称东洋第一的木材之都。当时的嘉义到底有多繁华？从一首民间流传的台语歌谣就能窥知一二。歌词是说，嘉义的女生很漂亮，娶一个回家当小老婆。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说法了，但它也反映出当时很多外地商人来到嘉义这个新兴的淘金城，被这里的富裕和机会给深深吸引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了：这条铁路它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恒久遗产？这个答案其实是有点复杂的，因为它同时是工业的利器，也是文化的象征。这就是阿里山铁路最核心也最矛盾的地方，它有着双重的身份。一方面，它是为了开采森林资源而建造的工具，它彻底改变了阿里山的自然样貌；但另外一方面，它也意外地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高山的大门，创造了独特的旅游文化和共同记忆，反而让我们跟这片山林之间建立起一种深刻的情感连接。所以最后，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：当一段历史，它同时是创造也是消耗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记忆它？阿里山森林铁路不只是一条铁路，它更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人类跟大自然之间那种关于开发、保存还有情感认同的复杂关系。